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啊！初五初六我们出去郊游滑雪，然后断更了2天，回来之后呢，看到我们之前 VIP 群当中布局的 EN 勾 Gala 还有 HOK 啊 ，HOK 就是 HOOK 都出现了10%到30%的不同程度的暴涨，所以呢，我个人呢感觉这段行情呢对多头来说是非常凶猛的啊，最近也有点头脑发热啊，头脑沸腾。那么回顾这段行情，我们还是要回到美股当中，因为美股呢是整个这轮多头行情的发动机。回到美股当中，我们看到了我断更的这2天呢，美股继续出现了一个上行动作。这个上行动作呢，是以1月20日的这根标志性的阳线为悟空阳线。标志性的阳线的起点呢，正好是一个波谷连线，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支撑带。有了这个标志性阳线之后，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8阶阳线组、沙僧阳线。那么今天呢，在昨天晚间唐僧阳线这个十字星出现了，十字星呢非常接近于前高，所以呢，市场当前呢是有一些压力的，但是上行和震荡的趋势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我认为比特币呢仍然处在一个上行的趋势当中。然后我们回到比特币的行情分析，在比特币的这轮上涨动作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它的起涨点呢，我认为是在1月11日，那这根 K 线呢走出了一个标志性的阳线啊，做出了一个突破性的动作。这个突破性的动作呢，突破了9月份啊，9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了一个位于17500点形成的一个压力。这个压力位突破之后，行情做出了一个悟空阳线、8阶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一系列的上行动作，构成日线级别上涨细游。这轮日线级别上涨细游呢，分别突破了9月份波峰连线、144均线、169均线和位于19500美金的从去年22年的6到11月份的波谷连线啊，这个波谷连线的压力是非常强大的。那么这一轮日线级别上涨细游发生突破之后呢，我说这个位置呢，在高位21000美金附近，它要做一个调整。因为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里有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原理，这个原理呢，就是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容易出现小时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调整。那么它的调整过程呢，我们看到它基本上是一个不完整的小时线的调整过程。从这个位置上啊，21000美金这个位置上，我们可以看到形成一个收敛三角形，并且开始跌破这个收敛三角形。但是我们看到啊，小时线级别的140均线和169均线构成了这轮行情的一个完美的支撑。到达144均线之后，发生什么呢？发生了一个均线的粘合和止跌的现象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行情当中出现了一个小时线级别的悟空阴线和8阶阴线组，然后就开始止跌啊，不继续下行。止跌之后呢，开始继续的上涨，同时我们切换时间级别，重新切换到日线级别啊，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了日线级别上涨期完成之后做小时线级别调整，然后在1月20日重新出现了一个悟空阳线。那么这个悟空阳线呢，是新的一轮上涨趋势的标志性的阳线，是悟空阳线。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在日线级别上我们就有第2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预期。就是在行情当中还可能出现一轮日线级别的上涨啊，那么这2轮日线级别的上涨呢，我们可以再次把时间周期放大到周线级别。切到周线级别之后，我们认为行情当中已经走出了一个周线级别的第一根阳线，悟空阳线啊，站上了19500这个重大的压力位。站上之后呢，行情当中目前出现的2根 K 线呢，都是一个8阶阳线的势力范围。首先呢，是1月16日的这根周线的8阶阳线，这根阳线走出来之后啊，本周走出了一个类似的十字星，但我认为这个十字星呢，它是一个干扰性的 K 线，干扰了比特币我们多头方向的判断。因此呢，在本周之后呢，行情非常容易走出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注意啊，时间级别已经切换到周线级别了。那么它会完成什么呢？完成反弹行情当中的一轮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目标点位呢，大概是在27000美金。27000美金呢，不是胡乱给出的，因为这个位置呢是周线级别的169均线啊，这个位置上是存在压力的啊，它这个位置上存在一个筹码形成的一个密集区啊，所以呢，这里是一个压力位。那么目前23000美金啊，在日线级别上。啊，我们经历了1、2、3、4、5、6、7、8啊8个交易日的震荡，但是这个震荡啊虽然是震荡的，但是它的方向没有改变啊，依然是多头趋势。这一点呢，我们也可以从小时线的这个震荡结构当中啊可以看到啊，我们之前分析过 APT 啊和当前的比特币的结构是非常类似的
怎么个类似法呢？它是一个我们看到白色的这个收敛三角形，然后逐渐收窄逐渐收窄之后呢，它的震荡时间会被拉长，拉长之后呢，它会形成一个窄一点的这个角度窄一些的收敛三角形。我把它画仔细一点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是白色的这个开口较大的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变盘这个变盘的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用这个椭圆形标记给它标记出来首先是一顿右空之后右多右多之后上下会出现一个高低点但是这个高低点呢，我们要把这个位置忽略不计在比赛的时候，比如说跳水比赛，那么我们一定要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取平均值。那 K 线的分析当中也是这样我们要去掉一些行情当中的差次现象、差针现象，去掉这个波峰波谷之后呢我们找到最普通的一些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在当前行情当中画出来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这个红色的收敛三角形。那么我们看到了这个收敛三角形的角度是非常窄的，但是呢，它始终没有对一个重要支撑做出跌破性的动作。那目前的重要支撑呢，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重要支撑呢是以在1月18日这个波谷连线连接过来之后位于22,500美金这样这个位置的一个支撑。那上方这个位置不跌破的情况下，上方这个收敛三角形已经接近焦点位在小日线级别接近焦点位，所以呢，目前行情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容易变盘的一个区域。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应该用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的K 线西游战法这本书的第一部分西游战法去分析。那么行情当中，我们走出了一个第一轮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经过了小日线级别震荡，然后有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悟空阳线，这种情况下呢，经历震荡之后，非常容易在多头的趋势上引发什么呢？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最终呢，两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通过合并合并成周线级别上涨它会走一个周线级别上涨西游。所以呢，目前为止我们轧空的这个趋势仍然没有结束，我们的目标点位呢仍然保持在反弹到27,000美金附近，才能开始出现一个略微大的一个回调动作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有一个关键性的影响市场的因素在这个里面，就是美股目前已经接近前高的这个位置上就具备风险这个风险如果美股不出现大的动作，美股如果不出现大的回调动作的话，那比特币还是容易走一个上行趋势那如果晚上美股出现暴跌的话比特币会出现大的回调。如果美股震荡上行能够持续下去的话，我对比特币的预期还是在27,000美金走完它的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那是我们看到了市场呢是存在一定的风险的，但是趋势呢依然是上行趋势，所以呢多头和现货是目前我们在反弹行情当中的主要获利方向这个大的方向不改变。然后我们看一下以太坊，以太坊呢目前一直处在一个相对来说滞涨的一个结构上。它的滞涨原因呢，我们可以看到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一直处在回调，并且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一个下跌西游。但这个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呢，已经到达了一个目标点位。这个目标点位呢，就是前面行情当中这个位置是在21年的位置，21年5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它形成了一个支撑波峰连线通过焦点位之后在0.068附近形成了一个支撑。目前呢，这个点位以太坊对 BTC 的点位已经非常接近于这个支撑位，所以呢，反弹对以太坊对 BTC 交易对的反弹时刻有可能发生。因此呢，以太坊的领涨行情很快会出现。同时呢，我们看到这轮行情对于以太坊走完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它和比特币类似的是通过了144均线、169均线的一个压力位，并且呢通过了一个波峰连线4877高点波谷连线形成的一个这个压力位呢是在1400美金附近通过了这个压力位。所以呢，目前对以太坊来说，它是一个多头的结构日线级别上涨期完成之后，在这里面这个位置上进行的是一个三角形的调整。这个三角形的调整我们也已经分析出来了，就是一个波峰连线、波谷连线形成的收敛三角形，在这个焦点位附近做了一个假跌破和一个假突破
啊，这样的结构发生之后呢，在这个位置上连续的震荡。那日线级别上涨吸收完成之后啊，这轮行情它在这个1月20日同步了比特币啊，重新出现了一个标志性的悟空阳线。那么这个悟空阳线在没有跌破的情况下，还容易走出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吸收。所以呢，多头行情啊，在这个位置上多头行情出现之后，经过调整呢，仍然有可能出现继续的冲高，最终呢，它可能会形成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那目标点位呢，大概是在$2000附近啊，$2000附近这个位置上是一个周线级别144日均线啊形成了一个压力。那么如果出现周线级别上涨吸收，我们的目标位就在这里。同时呢，我认为以太坊对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已经触底，很快会出现反弹，所以呢，以太坊的领涨行情可能会很快出现。然后我们说一下 VIP 布局的几个重要的币种啊，这个 HOK 呀、Gala 呀，还有这个 EN 勾啊。我们首先看一下今天快速上行啊，进行了一个突破的 Gala 啊 ，GALA， 今天涨了21%啊。首先在周线级别啊，我们就是随机打开的就是周线级别，所以看周线级别，周线级别上有悟空阳线之后走8阶阳线，那么今天本周走出了一个沙僧阳线，那么未来呢，在周线级别上可能会走出一波周线级别的上涨吸筹，最终呢完成它的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那在日线级别上呢，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了一个日线级别上涨吸筹的一个出现。这个日线级别上涨吸筹，首先啊，在1月6日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然后是8阶阳线，然后连续震荡形成了一组非常复杂的沙僧阳线组。但是这个位置上，沙僧阳线这里面已经发生了一个突破。突破的位置就是日线级别的169日均线和144日均线，突破之后呢，连续发生震荡，并且在震荡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啊，它是一个4小时级别的震荡啊，这个震荡逐渐形成了一个窄开口的收敛三角形啊，这个过程呢，我在前几期课程当中已经反复讲了啊，这个收敛三角形呢形成交点之后啊，在交点这个区域上发生变盘，但是上方我们通过这个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谷法则呢，我们看到上方形成了4次的等位置的啊，位于0.05附近的一个波峰，4次等位置波峰之后，根据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容易出现新高。那今天走出了这个日线级别的唐僧阳线啊，证明它的这轮日线级别上涨吸筹宣告结束啊。这个高点0.063是不是最终的高点呢？我们不确定啊，因为今天还没有过完今天需要等待明天早8点收盘之后啊，才能确定本轮行情日线级别上涨吸筹的最终的一个高点。那么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筹之后，我们把时间级别切换到周线啊。刚才我们讲的周线级别它还有可能出现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吸筹。那么目前处在一个沙僧位这个位置，这个位置需要小心一点的是啊，周线级别沙僧位呢也容易出现一些震荡啊，因为我们知道 K 线吸筹战法当中形容沙僧阳线这个位置啊，会出现很多的震荡，因为沙僧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但是目前对于Gala来说，它的上涨趋势已经非常确立啊，所以呢，我们给出它的一个上涨吸筹周线级别上涨吸筹的目标位啊，大概是在0.09附近。那HOK呢，是我最近几天啊强调的一个多头的币种。为什么强调HOK呢？因为它的一个结构啊，非常类似于我们前面布局的一个 APT。那 APT 呢，我们知道啊，已经激烈上涨了6倍有余，高点在$20.44，目前。那它的一个结构呢，和 HOK 完全类似啊，类似在哪儿呢？都是属于次新币的板块，在这个板块当中啊，APT 出现了一个连续的上涨，在上涨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了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筹，然后进行调整的过程当中，我就说了啊，这里面伴随的结构就是大开口收敛三角形向窄开口收敛三角形运行。这个结构呢，也是目前比特币的一个调整的一个结构啊，然后大开口向窄开口过渡之后形成一个收敛三角形，接近交点这个位置上是变盘的位置，进行上行动作出现高点之后，再度运行这个收敛三角形，再次突破，反复做这个动作，就形成了不断的台阶式的上行。那么我们在日线级别上看到了本轮行情 APT 经历了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筹之后，目前正在展开的是第二轮的日线级别上涨。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到哪儿了呢？我们可以看到悟空阳线走出来了，8阶阳线走出来了，沙僧阳线走出来了，那唐僧阳线很快就会出现。那么在日线级别分析完了 APT 之后，我们看它周线级别目前已经走出了什么呢？悟空、8阶沙僧，那么唐僧阳线也很快会出现。所以呢 APT 是由2轮日线级别上涨吸筹向周线级别上涨吸筹发展的一个币种。分析完 APT 之后，我们看 HOK 币这个币种呢非常类似，同样是次新币种
在这个行情当中不断创出新高，解放全人类啊。目前对于后克来说啊，已经解放了前面行情当中几乎所有的筹码啊，除了第一天在5美金接盘的以外啊，这样的行情上，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上它仅仅完成了什么呢？第一轮的日线级别上涨，分别有悟空阳线、八节阳线组、沙僧阳线组和唐僧阳线，构成了第一轮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那么它在趋势上就落后于 APT， 所以呢，我昨天说啊，后克一定要重点布局。同时布局它的原因还有就是在币安平台上，你可以看到很多成交量排在前面的币种，那后克呢就非常明显的排在它的成交量啊名列前茅的这个位置上。那么分析完日线，我们还可以看一下它的4小时级别啊，它的4小时级别目前始终处在一个上行的趋势。为什么最近几个交易日呢，它不断的插针呢？我们非常多的人犹豫这个插针会不会会出现一个高位见顶，会出现暴跌呢？但是通过4小时这个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它正在做的是4小时级别一个上行的一个收敛三角形结构。那这个收敛三角形结构在做完之后呢，我认为它会出现一个第二轮的日线级别上涨修，所以呢，我不担心后克在行情当中大幅震荡，不断的出现类似高点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我反而会认为后克会在 APT 涨完之后出现一个轮涨因为成交量在这摆着的它目前是币安上的一个非常热点的热钱正在向后克流入所以呢，我认为做这个多头行情一定要把握住板块的轮动关注一些热点币种，成交量在这里面的币种，成交量代表资金，代表超级主力的资金，超级主力关注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去关注跟随它的趋势在行情当中有它的仓位，并且呢，如果出现不断创新高的情况我们可以做一点 T。那这个 T 怎么做呢？很多人会对很多行情抱有非常多的幻想他不愿意去动但是我认为如果冲高呢，你可以将20%左右的仓位做一些减仓，减仓之后呢，在低位去不断的接它。然后呢，如果再度冲高这20%仓位还是不要动你再减掉你目前持仓的20%，这样呢，你手中永远有币，永远有希望才能把握住这轮反弹行情的大趋势。那么 EN 钩呢，也是一个滞涨的币种之前我说这个 EN 钩今天发动了突破它的滞涨呢是相对于Gala 来说的，因为我们知道 Gala 是领涨行情首先呢，它在1月7日就提前于比特币1月6日就提前于比特币发动了突破，所以呢，我认为 Gala 是这轮行情的一个启动机我们知道 Gala 是1月6号开始的突破，比特币呢是1月11日这期间呢差了5天所以呢 Gala 是一个领涨币种。那么 EN 钩呢，它是同板块于 Gala 的都属于 NFT 和游戏板块但是呢 EN 钩之前我们看到它的下跌程度非常巨大达的和这个Gala 类似都是有将近95%以上的一个下跌。稍等一下，这个好了都是有95%以上的下跌我们测量的是95.29%这样的下跌完成之后，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始终没有对一个压力位也就是144和169做突破那么它就有机会在 Gala 领涨之后和这个 Gala 是同板块，它有一个补涨的行情因此呢在1月10日左右我让大家去布局 ENG原因就在此因为它是一个同板块的轮动并且它也是一个相对来说优质的币种。那么今天呢，它出现了2轮的日线级别上涨修这个走的相对复杂一些但是上方呢仍然有空间因为我认为它已经站上了169日均线在站上之后，这根阳线，今天的这根阳线它是一个新的悟空阳线，起码是日线级别的新的悟空阳线。同时呢，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周线级别上走到哪个位置呢？周线级别上它仅仅走到了一个8节阳线的位置，所以呢上方还有空间，还有这个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预期因此呢 EN 钩虽然走得慢一些但是在我会员群已经提前布局获得了40%左右的利润未来呢还是有一定的空间可以考虑一下 EN 钩就是起码是在现货这方面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个一键3连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 K 线西游战法感谢大家，再见。